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10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今天没开始之前开机，跟大家分享，今天跑一个新的课程，10公里、5公里、10公里，两个10公里我在手表上没有设置目标配速，争取都能跑进5分钟，然后中间那个5公里，要跑进4分的配速，越快越好。争取能够跑到3分50吧，差不多，总共是一个25公里的距离，10公里和5公里之间没有间隔，没有休息，就是先匀速跑一个10公里，然后开始加速，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跑一个5公里，然后再匀速跑一个10公里结束，好吗？带了一个能量胶，应该在5公里开始之前吃，或者是看看当时的感觉，选择吃还是不吃吧。行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。已经跑了8公里了，上1公里4分23。哎呀妈！今天你们那次说我带能量胶带错了，对吧？我一看好像是带错了，但今天带了个对的。一会儿快到10公里的时候给它吃了，然后开始一个用点力的5公里，然后再冷身一个10公里。说是冷身，最后一个10公里也不能太慢。去土地上来一圈。我有时候看石川先生一个人在土地上跑，感觉不一样啊。奈良那个10公里就是因为有那一段土路，踩不上劲儿。看东非的运动员、肯尼亚的运动员，在这种土路上就拍出来看着挺平的，但是其实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对脚踝要求比较高。今天这个课表也是看了那个纪录片叫《我们跑向世界》，看到他们在柏林马拉松赛前有这么一个训练，但是人家那比我这快。他们那个好像是3分40还是多少的10公里，然后3分的5公里，在这中间休息。距离大阪马拉松还有14天，还有整整2周，就是2周后的今天，早晨9点一刻，第一枪发枪。今天这个强度跑完，回头就带大家探探路，然后会约前几天的早餐跑，而且都是约那种先早餐再跑，这样大家不用起太早。这第一个10公里比我想象的快，我第一个10公里心里想的是差不多4分40，现在累计到现在整体的平均配速是4分31。今天穿的还是那双旧的惊叹3，已经1000多公里了。周6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过。我这儿跑到喷水池差不多还有不到1公里，然后就在这个没有起伏这条路上折返，跑完那个5公里。然后最后那10公里就凑一凑距离，直接往家跑，因为没有速度要求。一会儿9点5公里的时候，准备把能量胶吃掉，然后把皮肤衣脱掉。今天没有那么冷了，还有60多米就开始这个5公里。
好，走。这个5公里训练我一针没减，大家要是想往后看，就往后倒17分钟左右。可能有点快，我设置的上限是3分35，手表响过2次了。期待高驰能把这个提示做到耳机里。1公里3分33。我还是决定上坡，上到那头。你前面这兄弟就是干抬腿不前进。大家有时候说步频好慢呀，一种是这样，更普遍的是跳着跑。你让别人一拍，自己就能发现。啊，冲上来了！这条长一点的折返路，它这个坡比较有挑战。
山多好看呀！第2公里都忘了看时间了。前面最后一个微微上坡，就没有上坡了。就这儿。下坡就觉出陡来了，对不对？刹不住车。随便赛，他怕我拐不过来，我怕他拐不过来。
1公里3分33，还有2公里。上1公里3分30。3分35射慢了，手表一直老响。
最后一个1公里3分32。可以。还有一个轻松跑10公里结束。这5公里我一刀都没减，很少这样。看完的小伙伴们，谢谢大家，找着感觉是不是？再见。到，去穿衣服。上一个5公里跑了17分41。你们看我那天那30公里进加速，最后一个5公里25到30，跑了17分42，好像是，还是17分47，我不记得了。所以很多时候短距离的极限速度和你现在跑了多少关系没有那么大，除非是全程马拉松最后10公里。如果你前面一直慢跑或者轻松跑，你开始一个冲刺，差不多也就这样，它只会和你认真准备的一个5公里比赛有区别。至于前面我是跑了10公里，还是那天跑了25公里，差距不大，然后体感也差距不大，真心话。行，穿衣服，一会儿聊。他今天这种训练放在赛前2周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要看您的目前能力和目标成绩。如果目标成绩在2小时50以内，这个训练可以按照我的这个配速来跑，没问题的。就如果这么说啊，如果我目前这个配速您跑不下来这个训练，那差不多可能也能进2小时50，但是2小时45可能有难度，男性，我的判断。所以这是个我的新点子、新主意，在视频里跟大家呈现一下我完整的这种训练，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。如果您可以跑一个4分10的10公里，一个17分的5公里，然后再有一个差不多5分以内的10公里的话，那您妥妥的进到我的那个目标成绩以内了。就是互相看看同样的训练不同的水平。到我来的时候老爷爷就在这儿跑，我第一次碰见他的时候是6公里，现在16公里了，真厉害，80多了。所以有时候合练在一起也有这个意义，因为感觉各自之间的水平差距，大概对您的比赛是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目标。这种训练还是得补给，就是在这个强度之前补一个胶。这样的话，你看我是9.5公里吃的，然后差不多5公里跑到1公里多，觉得有劲儿，然后冲3公里，最后坚持1公里。就不管是今天的这种课，还是那天的30公里渐加速，其实一开始的10公里或者那25公里渐加速，都是为了这5公里服务的。你上来就只跑一个5公里，就没什么用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马拉松训练挺磨人的，因为你总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体力成本，在最累、最不想练，然后最不舒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训练才是突破的那一下。行，今天不跟大家多聊了，就是分享一下一个训练，这个也不是我的原创，从别人那儿学来的，咱们训练后再说。
哎，2月10号星期一，快8点了，清晨训练结束，第一个训练日。今天跑了个有点强度的课，10公里、5公里、10公里。我们看看分段数据。第一个10公里平均配速4分31，第一个10公里其实我内心想的是跑到4分45就 OK，但是跑到4分31还可以。然后10公里结束之前吃了一个普通的100千卡的能量胶。开始了一个5公里，5公里17分42，平均配速3分32，这个5公里就稍微有点顶，但是没有那种很全力以赴，跑了一个上坡的路。那天那个30公里进加速，最后那个5公里跑了，好像也是17分40多，是跑的平路。然后最后一个10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26， 44分15结束。最后一个10公里比计划的跑得快，所以说明状态还可以。但是今天这个课跑完，就是因为比赛跟平常训练不一样，比赛你之前是要准备的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跑这么一个课，就跟那天没有任何准备跑那个30公里见加速一样，体力消耗都是很大的。回去放松，像这种课完了之后，一般我吃完早饭会简单的做拉伸，然后稍微的活动肌肉。行吧，今天就是一个完整的10-50的一个训练实录，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课表，第一次，这个课表还不错，适合赛前找一找这种中长距离的感觉。赛前我觉得不太适合跑短距离的强度课，个人喜好啊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再见。